云南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技术人员像往常一样整理野外红外相机拍摄的照片时，发现了一只以往极其少见的珍兽。这只动物毛色棕红，体型如柴狗一般纤细。这位技术人员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这只动物极有可能是国家1级保护动物。在高黎贡山销声匿迹数年的柴狗，生物学家的鉴定证实了他的猜想，拍摄到的动物的确是柴狗。而这只发现的柴狗也是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在21世纪第一次记录到的珍稀物种活动影像。这里是万物林，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柴是小体型的犬科动物，体长一般不超过150厘米，体重连40公斤都没有。柴狗有一个小学生那么高，但它却可以以凶残的天性、残忍高效的捕食效率以及团结协作来弥补体型小的缺陷。完全可以说，柴狗就是犬科动物中的迅猛龙。柴是典型的肉食动物，会捕食诸如老鼠、兔子之类的小型哺乳动物，连野猪这样的大型杂食动物都可以被它们轻松捕食，甚至像老虎、狮子之类的大型肉食动物也难逃它们的骚扰。虽然柴狗并不能直接杀死大型食肉动物，但可以通过集结活动吓得它们落荒而逃，自己再趁机抢食大型肉食动物的猎物。柴狗能轻松对付野猪这样皮糙肉厚的大家伙，自然得有高效的捕食本领。柴狗的捕食方式和斑鬣狗十分的类似，柴狗也会掏肛，会利用尖利的牙齿咬开猎物的肛门，掏出猎物的肠子吃进肚子里去。被攻击到肛门的动物疼痛难忍，自然是无暇逃跑，也无暇反击。虽然柴狗的捕食方式十分残忍肮脏，但事实证明这种捕食方式的确高效。很多犬科动物的爪子都不锋利，根本不能作为捕食工具使用。相较于它的近亲，柴狗的爪子异常尖利，而且长有倒钩。柴狗也把自己的利爪以及尖牙结合起来，制定了一套专门用来对付大型动物的残忍捕食方法。柴狗不仅会掏肛，也会打组合拳。它们会用尖利的爪子挠瞎猎物的眼睛，然后撕掉猎物的耳朵、鼻子以及皮肤，最后再扯开肚子啃食内脏。柴狗厉害的地方在于集群捕食。柴狗是典型的集体主义者，它们会集体捕食猎物，会公平分配捕食到的食物。除此之外，柴狗群几乎不会发生内讧。为了满足生存的需要，它们会异常的团结，合作捕食也是它们能轻松对付大型动物的原因。柴狗的族群少说有3至5只，更多的则有10至30只。每支族群会有一个族长，他主要负责指挥捕食活动，并公平分配捕获的猎物。他们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为了分散大型动物的注意力，首先会有一只柴狗跑到大型动物的面前扮小丑，想方设法地放松动物的警惕，而另一只柴狗则会跑到大型动物的背后，用爪子轻轻地抓挠动物的屁股。不知道的人以为是他在给大家伙挠痒痒，但这其实是柴狗想方设法解除猎物的戒心。一旦猎物放松绷紧的皮肤，在背后伺机而动的柴狗利爪一抬，就抓烂了大家伙的肚子。柴狗群就这样用团结协作，轻松地放翻了一头令人生畏的庞然大物。柴狗在我国的形象一直不好，在中国古代一直是邪恶阴险的代名词，它也和狼绑定在一起，作为负面形象的典型代表。我国就把豺狼当道，用于形容暴虐奸细的人掌握国政，足见人们对它的痛恨极深。柴狗饱受人类的敌视以及痛恨，自然和它的肉食的天性密切相关。柴狗虽然并不会攻击人，但它会跑到人类的家中偷吃饲养的家禽家畜。在过去，家禽家畜不仅是农民大部分的经济来源，而且也是重要的劳动工具。愤怒的农民会捕杀偷猎的柴狗，把它们的皮子剥下卖钱，用于赔偿自己的损失。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保护珍贵的家禽家畜，国家更是组织捕杀了大量的柴狗。但俗话说得好，风水轮流转。进入新时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人发现柴狗对于保护自然环境以及维护生态平衡的重要作用。同时，柴狗由于之前人类的大量捕杀，随时有濒临灭绝的危险。为了保护柴狗，我国把它拉入国家2级保护动物名单中，并于今年2月份的时候把柴升级为国家1级保护动物。和大多数人想的不一样，柴狗的确对维护生态平衡有重要作用。熊探长在之前提到过，柴狗会捕食大型食草动物。柴狗是聪明而又狡猾的捕食者，为了保证得手，会攻击老弱病残的食草动物，这变相为食草动物的种群清理了残次品，切断了瘟疫通过病死动物传播的途径。除了捕食老弱病残动物外，柴狗也会捕食对农民种植的农作物有重要威胁的野猪等动物。柴狗与野猪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自然无暇偷猎农民养殖的家禽家畜。
一些饱受野猪欺凌的农民甚至把柴狗视为保护农作物的神柴。最近在我国北方泛滥的野猪可以说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地方政府已经放松了捕杀野猪的限制，希望能控制住泛滥的野猪。对于泛滥的野猪，不少人建议采取生物防治的方法，用野猪的天敌来对付它。而熊探长个人认为，生物防治的方法虽然很好用，但是对付泛滥的野猪可能很难发挥出最大价值。柴狗虽然是野猪的天敌，但是很难控制住泛滥的野猪数量。保守估计，目前我国最少有150万头野猪，而马上到来的繁殖期又会让野猪的数量再翻1倍。而我国目前境内柴狗数量稀少，很难对付泛滥的野猪。说实话，让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对付泛滥的三有保护动物真的不是个好主意。柴狗厉害的地方在于集群捕食，而落单的柴狗很难对付大型的食草动物，因为对于小型的柴狗来说，捕食大型动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集群的柴狗捕猎大型动物主要有3个特点，其一是抓落单的大家伙，其二是打心理战，其三是打拉锯战。这个招数根本不适用于对付泛滥的野猪，因为野猪也是群居动物，而且种群数量大大多于柴狗群。既然对付不了泛滥的野猪，那么再次出现的柴狗有什么用？虽然濒临灭绝的柴狗无暇控制泛滥的野猪，但它们的再次出现还是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并不是出现在不知名的荒郊野外，而是中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就在不久之前，有人分别在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内部以及周边发现了冬青大蚕蛾以及圆鼻巨蜥，这2种动物在当地极少被发现。如果出现目击记录，则说明这些珍稀动物的数量正在缓慢的恢复。很多人认为建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代价过大，不仅要花掉大部分税收，而且也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而它产生的经济效益的能力也极为低下。为了维护纳税人的利益，应该少建甚至不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虽然自然保护区的确花费极高，几乎没有任何经济效益，但它们对于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来说，的确具有重要作用。自然界的自我修复能力有限，它虽然可以少量恢复濒临灭绝的动物，但是保护珍稀野生动物还是需要人类亲力亲为，因为是人类活动的关系导致它们濒临灭绝，人类需要为自己曾经的错误承担责任。柴狗的出现不仅是我国建立野生动物保护区必要性的最好证明，同时也是野生动物保育工作成功进行的最好表现。因为在高黎贡山发现柴狗之前，云南的柴狗数量极为稀少，仅仅在云南的西部、西南部边境发现极小型的柴狗种群。高黎贡山广沪分局生物多样性研究所所长李迎春在面对记者的采访时，自豪地这样介绍：随着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等生态建设工程和异地扶贫搬迁项目的实施，贡山县生态环境越来越好，高黎贡山生物多样性日渐显现。高黎贡山已经成为珍稀动物繁衍生息的乐土。虽然柴狗看似很可恨，但它对生态系统起到的重要作用是任何生物都无法替代的。而柴狗曾因为人类的关系而濒临灭绝，很多柴狗捕食的猎物因为缺少天敌之约而大肆繁殖，这也给人类敲响了一记警钟，不要过度干涉生态平衡。出现在高黎贡山的柴狗是种群数量恢复的重要标志。柴狗种群数量在未来能否恢复，能否成功降级为2级保护动物，甚至恢复到普通的野生动物，让我们拭目以待吧。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如果您喜欢熊探长的视频，欢迎点赞、收藏、评论加关注，您的关注将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